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这一集由我来跟各位介绍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个 WiFi 的路由器啊。那现在有新形态的路由器出来了。那相较于以往的，譬如说是 WiFi 1、WiFi 2、WiFi 3、888等等，到现在目前的 WiFi 6啊，当然除了传统的机型之外，最主要的分别是它。如果说要扩展这个 WiFi 网络的时候，那以前的方式跟现在所谓 MESH 所谓 Mesh 的这个网状网络形态的这个组网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那它的优缺点又在哪边？那相较于以前的这个 WiFi 的话，其实都是各有优缺点。那当然不是只有价格的问题，而是要配合你这个环境来去选择最适合的形态。那在谈这个 Mesh WiFi 组网的网络形态之前，我先谈到一个这个一般 WiFi 路由器或者是我们讲的分享器，用久之后，它封包会塞住就所谓这个。路由的封包过多，造成它记忆体处理器没有办法负荷消化，那你就必须要重启。那比较低阶的机型，当然它的内建软体就没有所谓自动重启这个功能。那如果说价格比较高传输速度比较快，新型的这个 WiFi 5以上的，那个价格在3000块台币以上的，大致上都有这个设定的时候都有一个选项你可以设定在某个时间点24小时之内比较离峰的时间你自己使用的状况比较离峰的时间让它重启，那就会保持这个封包比较不会塞住那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也有可能会 WiFi 分享器也是会故障的那今天就不讨论这个，我们着重在这个Mesh这个网状网络形态的组网到底有什么优点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萤幕的部分，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第一种形态是比较单纯的，也是一般住家或者说小型工作室公司行号地点范围不大最常用的就是一台这个 WiFi 的路由器分享器就是 WiFi router。那分别可能接了 iPhone 手机笔电电脑啦，甚至接了这个智慧型电视Smart TV。那这种形态的分享器，它有双频2.4G 的跟5G 的。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2.4G 的传输距离比较远那房间多了，它也会传达，但是它比较受到别的基地台或者是说 WiFi 的分享器的干扰互相 2.4G 会比较干扰。那 5G 的不受干扰，但是传输距离比较短这就要各位去取舍，以及在设定的方面选择那当然，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所谓树状网络形态，WiFi 的树状网络形态。那这个就是说范围比较大，或者说公司行号的分区那或者是说你是出租的套房等等，以前都是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那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上半部有一台WiFi 的路由器这个连接到数据机连到网际网络上面去，然后底下所属的有这个 WiFi不管你是单独的 AP 也好，或者是说 WiFi 的分享器也好，那这就是所谓扩充的模式，来这个利用 WiFi 的频段互相去桥接，我们讲桥接的模式。那单纯的把这个另外其他的 WiFi 分享器切换到 AP 的模式，就是所谓基地台的模式那如果没有基地台模式，你要记住
就是有几个必须要关掉的哦，就是说 DHCP 就是动态发放这个 IP 位置的这个程式要关掉。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内网只能够有一个 DHCP 来发放 IP 位置以及对外的路由表。哦，那除非你会手动去编辑这个路由表，哦，那就另当别论。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的缺点，这种模式的缺点有什么缺点？就是在相同的 SSID 或者是不同的 SSID 跨 AP 的时候，就是所谓跨这个桥接器哦基地台的时候，它会不稳。那甚至你信号弱了，你要手动这个切换到别的 SSID 哈，所谓的网络名称的部分。那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你如果树状拓展的越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两个基地台之间它要通讯交互的话，它还是要用到频宽，那最少理论值都会占到1/2。但如果你再往下一层，那不是变成1/4啊？那当然这个是理论值哈，都是这个初估值。那再接到其他 WiFi， 你就越接到后面的基地台，你的频宽就越小，越小的话，你想说，我上网对外申请的速度不是500 M 吗？1G 吗？怎么越跑越慢？怎么跟以前差不多一样？这是各位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在这个 WiFi 当中，它也有分这个 WiFi 级，或者是说速度的快慢，几 Mega，那这个也会影响到这个我们所谓的速度的表现跟频宽。那如果说你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部门，那可能就要区隔开来，所谓这个 IP 的区段，那也可能要去分配他们的各自的频宽，不然的话，大家互相抢频宽，尤其是现在大家通讯软体都通通挂着那开的网页又特别多那所以这个网络的封包一定会比较塞。除了之前提到的定时重启之外，那也要合理的去分配这个频宽，当然是比较高阶的才有这个有分配频宽的功能，甚至也是备援线路的功能那现在我们是在谈这个 Mesh 的这个网状网络形态的优点当然今天也没有业配并不是在推广，只是告诉各位有新的形态的这个 WiFi 的路由器可以购买那再来是我们看到，这就是最新的网状的 Mesh 的网络形态。那我们现在就会看到，它跟之前传统两种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这个 Mesh 的所有的 router， 它除了会有一台主机当作是所谓路由器直接连外之外，其他的它都会自动分配成是基地台。那基地台之间，它不是只有跟单一台，它是跟这个网络里面所有组成的都有交互通讯。那传统的我们可以看到绿线的绿色点的连线的部分这是传统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树状的网络形态。那我们现在看到蓝色的这是所谓的 Mesh 的交互通讯的形态。那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就可以解决之前我们树状网络形态的部分的时候，你拿到信号坏了，你拿到又要走回去，有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同一个 SSID 也不一定会自动接上去甚至你手动要去切换这个 SSID 网络名称。那在这个 Mesh 的形态，你在哪一个这个基地台 AP 断讯的，其他的马上就会衔接上来那所以它有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去占频宽，但是各位要注意的，这个 Mesh 不会占掉频宽，就是两个基地台之间它不会去占到频宽，也是要挑机型。所谓3频的机型它有独立的一组 5G 的通讯交互的这个频段所以要挑三频的机器，它才不会掉速，不会影响那
各位要记住的是，如果是2平的，它一样可能会掉速哦。那看扭力，它是沾到2.4G 或者是5G哦，这就是各位哦要注意的地方。当然，说到底是1分钱1分货哦。那这个新的形态还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小盲点，而不是像厂商宣传的那么好，还是要看你的环境下去做搭配哦。那也要注意是不是封包哦，要定时重启哦。这为什么我这样谈呢？因为在实物上来讲，3平虽然是不会耗损频宽没有错，可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用一组5G 的各机来交互通讯，就造成说它的距离不能够过远哦。那这个就适合的，譬如说 Max 形态的适合的，就可能说是这个比较大型平面的工厂，那距离比较，那部门也不能离得太远，譬如说100公尺以上，那这样就效果不太好哦。那如果是透天厝或别墅，上下楼层1、2、3楼，那配置个3台，应该是理论上是应该没问题，可是也是要看环境哦。那尤其是透天厝是一整排的，它前面是不是有像是遮蔽物或者是反射啊？所谓这个讯号折射的问题啊，这也是要并考虑的，不是像厂商宣布哦，全部都是 Max 就要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哈。好，那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说，如果预算可行，那当然就是采取买这个 Max 的形态，那你组网的话，组内网也很容易、很方便哦。当然，安全密码还是要设的好一点哦，设那个数字编码要长一点啊，以确保安全啊。谢谢各位，今天就说到这边，记得订阅哦，拜拜。